In her past life, the girl was pushed into the flood by a scumbag. Fortunately, she was reborn just before the doomsday torrential rain arrived. Suddenly, a flash of light flashed before her eyes, and a floating doomsday survival system panel appeared. The system prompted that there were still 91 days left until the end of the world. She could only survive by constantly upgrading the raft until it became a giant cruise ship. As for ordinary people, only those authorized by the girl were allowed to board the cruise ship. The girl tried putting some food inside. A system prompt popped up right away. The small wooden raft has been upgraded to an ordinary wooden raft. The raft would be upgraded. The supplies would not disappear. They would be kept safely in the system's storage warehouse. The girl knew that in the torrential rain doomsday, a simple raft was far from enough. She had to stockpile supplies and upgrade the raft as soon as possible. So she sold her apartment worth millions in the city center and took out large loans from the bank. Once the funds were in place, she resolutely bought goods on a large scale and loaded truck after truck of supplies into the system. At this moment, the system's notification sounded again. Congratulations! The raft has been upgraded to a canoe. Next, she was going to punish those who had bullied her in her past life. 不到2个小时，我的门铃就急促地响了起来。打开门的一瞬间，我就看到白依依几乎整个人挂在潘启胳膊上，新做的钻石美甲在楼道灯下晃得人眼晕。我跟潘启分手后，他就彻底卸下了伪善的面具，对于我的恶意藏也藏不住，墙皮都脱落了呀！白依依用鞋尖踢了踢玄关处的踢脚线。启哥，你看着没办？要不我们再押5万？潘启故作深沉地抚摸我的门框。早说这老房子不行了，得重新装修一下。某些人自己拎不清，宁愿买那些垃圾，也不把钱花在装修上。现在倒是也不用装修了，反正他马上也要走了。白依依瞥了我一眼，没想到分手带给你的打击那么大，这么着急卖房子，是想赶紧离开这个伤心地吧？潘琪眼里透出一副嘲讽的意味，我根本不想搭理他们，只想快点将房子脱手，好拿到现金来囤积物资。他们以一副主人的姿态到处巡视着，白依依用她那长长的指甲到处指指点点，挑着这套房子的刺，想让我再压点价。但无论他们伪装得有多好，那股喜悦之情还是遮掩不住暴露了出来。当然了，在这么好的地段，能以如此低的价格拿下这套房子，任谁都会觉得自己是占了个大便宜。我抱着手臂斜倚在门框上，看他们拙劣的表演。白依依那新做的钻石美甲划过墙面，嗤笑一声：“这破房子墙皮都快发霉了，也就你当个宝。”我淡淡开口：“小心点，碰坏了原装进口的护墙板，按价赔偿。”他像被烫到一样缩回手，随即又故作镇定：“吓唬谁呢？这种老房子，2010年意大利定制款。”当年单价8000一平。我打断他，似笑非笑地看向潘琪，要不要看看采购合同？哦，对了，当时你也在呢。潘琪脸色瞬间变得难看，他当然记得，那年他非要买一双限量版球鞋，我不同意，他就赌气刷爆我的副卡，后来为道歉，才陪我去选了这套护墙板。白依依有些不服气地在口中嘟囔：“不就是个破墙面吗？那么小气。”一旁的潘琪悄悄用手肘怼了怼他，小声呵斥了一句：“别说了。”他只好一脸尴尬地转移话题：“银无渊，我知道你最近又买了一堆吃的，你到底想干什么？就不怕……”他故意拖长语调：“家里引来老鼠吗？”我心中一惊，面上却不动声色：“你怎么知道我买了些什么东西？”启哥的副卡能看到你所有消费记录。白依依得意地晃了晃手机：“光是昨天就刷了100多单呢。”潘启顺势搂住他的腰，语气施舍般说道：“虽然我们已经分手了，但看你这样疯狂购物，作为前任，我还是有必要提醒你。”提醒什么？我轻笑出声：“提醒我，你正在一边花我的钱养小三，一边偷看我账单。”两人脸色顿时青白交错，我懒得周旋，直接拿过中介手里的合同。这房子你们看了半天了，到底买不买？要买就签，不买就滚。后面还有3个全款客户排队等着看房呢。我话还没说完，潘启就一把抢过了合同。我知道他忍不住，这套房子他觊觎许久了。上辈子在暴雨来临的第2天，他就把白依依带过来强行入住，美其名曰保护女友房产。潘启看着合同，手指因激动而微微发抖。一旁的白依依急得直拽他胳膊：“启哥还犹豫什么呢？快签呀！这么便宜的房子错过可就没了。你也听见他刚才说，后面还有人等着看。可是什么？”白依依急的声音都夹不住了。潘启悄悄把他拉到角落，压低声音：“他要求全款，我手头现金不够。”他的额角已经因为紧张渗出了滴滴汗珠。这种事你怎么不早说？白依依有些嗔怪地打了他一下，随即追问：“那你差多少？”潘启犹豫着报出了一个数字。白依依听到后倒吸一口凉气，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她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包，眼神挣扎的在我和潘启之间来回打转。依依看出了白依依的犹豫，潘启赶紧握住她的手：“等房子到手，我们转手就能赚100万，到时候咱们想买什么包包首饰都行。”这句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白依依咬咬牙，从包里掏出一张卡：“我这里有些积蓄，你先用着。”中介小吴适时上前打圆场：“两位真是郎才女貌，
这么大方体贴的女朋友可不多见啊。说着，利索地拿出 POS 机。那咱们这就开始办手续。我看着白依依颤抖着输入密码的样子，忽然想起上辈子暴雨来临后，她曾经得意洋洋地炫耀过这笔钱，那是她母亲留给她的嫁妆。交易进行得出奇地快，小吴不愧是训练有素的客户经理，准备文件的过程又全面又利索。终于到了最后一份文件，就在潘琪准备签字时，白依依突然按住合同，转头对我露出假惺惺的担忧。哎呀，吴源，你把房子卖了，接下来要住哪儿呀？该不会要流落街头吧？他嘴角的弧度几乎压抑不住，指甲轻轻敲击桌面。我慢条斯理地从包里抽出一份文件。这个你倒是不用担心，上周我刚把房子租给我父母，为期1年。我父母给我租的房子，我住一住没什么问题吧？听到这句话，对面两人的脸顿时黑了。什么？白依依的声音高了8度，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你怎么能这么操作？画面里，潘琪和白依依已经瘦得颧骨突出，正像2只饿极的老鼠，分头在屋里翻箱倒柜。潘琪原本精心打理的发型，现在油腻地贴在额头上。白依依那身名牌家居服也皱巴巴地沾着污渍。潘琪突然像是看到了什么，整个人几乎钻进储藏室最深的角落。当他重新出现时，手里拿着一包被压变形的红烧牛肉面，那表情像是找到了传世宝藏。是我去年藏起来的备用品，我喃喃自语，居然真被找到了。最讽刺的是，潘琪曾经最鄙视这种廉价垃圾食品，现在他却颤抖着撕开包装，连调料包都来不及撒匀，就迫不及待地啃起干硬的面饼，碎屑沾满他的嘴角。他吃得那么急，甚至被噎得直捶胸口。白依依眼巴巴地看着，咽着口水问：能分我一点吗？潘琪护食地把面饼转了个方向，含混不清地说：我再找找，说不定还有。我随手拿起一旁冰桶里的香槟，金黄色的气泡在杯中小幅升腾，刚抿了一口，眉头就皱了起来。监控里的潘琪此时已经把方便面吃得一点不剩，他盯着包装袋，喃喃自语：对了，林无冤。白依依立刻凑过来，眼睛里冒出金光。对啊，你那个囤货狂前女友，她那里肯定有吃的。两人对视了一眼，嘴角浮上一抹狡黠的笑意。他们那种贪婪的目光，我太熟悉了，和上辈子他们霸占我物资时的表情一模一样。潘琪甚至舔了舔嘴角的调料粉，仿佛已经在幻想自己霸占我物资的模样了。我轻轻晃动着香槟杯，气泡细腻的上升，窗外的暴雨还在不知疲倦地敲打着舷窗，而监控画面里，那2个人已经开始翻找手机，显然在琢磨怎么联系我。真是不死心啊！我轻叹一声，品了一口香槟。我轻晃着香槟杯，看着监控画面里2人饥肠辘辘的模样，嘴角泛起一丝冷笑。现在才想起我，未免太晚了。暴雨已经持续了10天，整个城市早已变成汪洋。我们小区的地势较低，洪水早已淹到了3楼。就算他们知道我在港口，也不可能穿越这片死亡水域。然而第2天清晨，当我正在享用鲜榨橙汁时，监控画面里的动静让我挑了挑眉。潘启正把几个塑料收纳箱拖到客厅，白依依则在一旁疯狂地翻箱倒柜。2人眼下的乌青显示他们一夜未眠，但眼神里却燃烧着一种疯狂的希望。这个可以用。潘启兴奋地举起几块拆下来的衣柜隔板，白依依咬咬牙，突然冲进卧室，抱出一堆她最珍爱的名牌衣裙。我一眼就认出那条香奈儿的连衣裙，上辈子她曾得意地告诉我，那是潘启用我的副卡买给她的。令我惊讶的是，他竟然拿起剪刀，毫不犹豫地将那些昂贵的布料剪成条状，纤细的手指因为用力而发白，但他眼中只有疯狂的执念。这里要绑紧一点。潘启满头大汗地指挥着，用那些名牌布料将木板和塑料箱缠绕在一起。经过数小时的折腾，一个破破烂烂的木筏居然真的成型了，它看起来像是随时会散架的样子。他们费力地将筏子搬到了楼下，将它放置在水面上，虽然很破烂，但它居然真的能浮起来。潘启先小心翼翼地爬上去，筏子剧烈摇晃，白依依吓得尖叫。快点！潘启不耐烦地伸手拉他，最终2人都战战兢兢地坐上了这个简陋的筏子。潘启用一块木板当桨，笨拙地在漂浮着各种垃圾的洪水里滑行。我放下橙汁，饶有兴致地看着监控。筏子经过的地方，漂浮着各种令人作呕的东西，腐烂的食物，动物的尸体，各种虫子。白依依紧紧抓着筏子边缘，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每一次晃动都让她发出压抑的惊叫。而潘启则拼命划着水，眼睛死死盯着前方，那种疯狂的执念让我想起上辈子他们抢夺我最后一块面包时的表情。我却并不担心，且不说他们并不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就算知道了，要滑到这里也要好几天。暴雨持续肆虐的第11天，游轮内部却依然保持着恒温恒湿的舒适环境。我正在顶层观景台享受日光浴，当然是人造日光，但足以让人心情愉悦。突然，一阵刺耳的警报声划破了宁静，系统界面突然红光闪烁，机械的提示音在我耳边响起。警告，检测到人类生命体靠近，距离200米，正在持续接近。我挑眉起身，快步走向控制室，高清监控画面亮起，那个破烂的木筏正在波涛中艰难前行。潘启和白依依浑身湿透，冻得嘴唇发紫，却还在拼命划水。居然真找来了！我轻哼一声，看来潘启比我想的要狡猾，8成是在我的货车或者手机里装了定位器。他们显然被眼前巨大的游轮震撼到了。白依依张大嘴巴，连划水都忘了。潘启则眼中冒出贪婪的光，
仿佛饿狼看到了肥肉。开门，陆渊，我们知道你在里面。潘启用尽力气拍打着游轮特制的合金大门，手掌拍得通红。我悠哉地调出外部通讯系统，他们的脸顿时出现在舱门侧的显示屏上。两人先是一愣，随即露出狂喜的表情。吴渊，太好了，你还活着！白依依立刻换上那副假惺惺的关切表情。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这里，快让我们进去吧。潘启也急忙附和。对啊，看在我们往日情分上，帮帮我们吧。这鬼天气实在太可怕了。我微微一笑，转身从餐桌上取来一份刚做好的香煎鹅肝，金黄酥脆的表面还冒着热气，配上黑松露酱汁，香气仿佛能穿透屏幕。他们的话戛然而止，我慢条斯理地切下一块，故意让刀叉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鹅肝在唇齿间融化时，我满足地眯起眼睛，透过屏幕能清楚地看到两人喉咙滚动，疯狂咽口水的模样。潘启终于反应过来我在戏弄他们，气得脸色发青。林无渊，你什么意思？白依依则还在做戏，眼泪说来就来。吴渊，我们真的知道错了，你就可怜可怜我们吧。我放下刀叉，端起一旁的红酒轻抿一口，这才缓缓开口。二位是不是忘了，当初是谁说囤货的人很掉价来着？他们顿时语塞。我继续享用美食，每一口都吃得格外仔细。当他们眼睁睁看着我吃完最后一口鹅肝时，潘启终于爆发了。贱人，给我开门！他疯狂踹向合金大门，却反而被反作用力震得踉跄后退。白依依也撕下伪装，尖声咒骂：你不得好死，等我们进去有你好看。我轻笑一声，关闭了外部通讯。他们的叫骂声被彻底隔绝在外，只能无能狂怒地拍打着坚不可摧的合金大门。警报系统显示，他们还在徒劳地尝试各种方法，而我已经准备去享受一个舒舒服服的热水澡了。一觉醒来，窗外的雨势仍然没有减弱，锲而不舍地拍打着舷窗。我慵懒地坐起来，伸了个懒腰，一边刷牙一边打开了监控屏幕。门口空空如也，只有浑浊的洪水轻轻拍打着船身。终于放弃了。我轻笑一声，心情愉悦地走向厨房，爆米花机嗡嗡作响。金黄的玉米粒噼里啪啦的绽放，我顺手从冰箱里取出一罐冰镇可乐，倒进专门的可乐杯里，又切了一片柠檬扔进去，气泡在玻璃杯里欢快的上升。我拿起杯子喝了一口，冰爽的感觉让我一激灵，随即满足的叹了口气，抱着零食走进私人影院。我陷进柔软的真皮沙发里，开始在片库里挑选电影。然而，正当荧幕上放映到关键情节时，刺耳的警报声再次划破宁静。又来了！我不耐烦地皱眉，快步走向控制室。监控画面让我愣了一瞬，只见游轮前方聚集了10几个人，站在几个简陋的木筏上。潘启和白依依站在最前面，身后是一群面黄肌瘦的幸存者。大家看看！潘启声嘶力竭地喊着，手指向游轮。这里面有吃有喝，还有电。他一个人却霸占着这么多资源。人群顿时骚动起来，一个妇女喊着：求求你开门吧，孩子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她怀里的是一个看起来已经有10岁的男孩子。都是我的错，可能因为我从小就比吴渊优秀，让他心里不平衡了。白依依抹着根本不存在的眼泪。要是我早点发现他的嫉妒心理，也许就不会这样了。这话立刻点燃了众人的情绪。一个壮汉挥舞着拳头吼道：因为嫉妒就要把这么多人拒之门外，见死不救还是人吗？就是开门！其他人跟着附和。凭什么你一个人享受？潘启趁机煽风点火。我们都快饿死了，他还在里面享受，这种自私的人就该……话音未落，突然有人开始用铁棍猛击游轮大门，其他人见状也纷纷找来各种工具，疯狂地砸向船体。我站在控制台前，透过高清摄像头冷眼注视着门外疯狂的众人，他们的叫骂声和砸门声透过厚厚的合金门板隐约传来，像是一群困兽的哀嚎。各位，我按下外部通讯键，声音通过扬声器平静地传出。如果你们继续暴力破门，游轮的安保系统将会启动自毁程序。人群顿时安静了下来，所有动作都僵住了。我继续慢条斯理地说，到时候整个仓库的物资都会沉入海底，你们什么都得不到。一个瘦高个男人嗤笑一声，吓唬谁呢？你肯定是在虚张声势。就是，另一个妇女附和道，看他那样子，说不定里面根本没多少东西，就是在硬撑。我微微一笑，转身从旁边的餐桌上端来一盘刚煎好的牛排，澳洲草饲牛排配上黑松露酱汁，还冒着热气。我故意靠近摄像头，让所有人都能看清这道美食的每一个细节。我夸张地赞叹一声，慢条斯理地切下一块，让酱汁缓缓流下。这牛排的火候真是恰到好处。门外的人群瞬间鸦雀无声，只能听到此起彼伏的咽口水声。我又变戏法似的拿出一杯冰淇淋，舀起一勺，餐后甜点也不能少，是吧？潘启的眼睛死死盯着屏幕里的食物，喉结不停地滚动。白依依则极度的眼睛发红，指甲深深掐进掌心。贱人！突然有人暴怒地吼道，但立即被同伴拉住。别冲动，万一他说的是真的呢？就这样，一群人僵持在暴雨中，进退两难。雨水把他们淋得透湿，有些人开始打喷嚏，瑟瑟发抖。终于有人撑不住了，走吧走吧，在这儿耗着也不是办法。渐渐的，人群开始散去，各自划着简陋的木筏消失在雨幕中。最后只剩下潘启和白依依还不死心地留在游轮前。他们跪在游轮门前的平台上，雨水顺着他们的头发往下淌。无缘，我们真的知道错了。潘启的声音带着哭腔，看在我们曾经相爱过的份上。白依依也哭得梨花带雨。都是我的错，我不该嫉妒你，不该抢走潘启，你原谅我们好不好？
我静静地看着监控画面里跪着的两人，想起上辈子被他们推出家门时，我也是这样跪在雨里，求他们不要拿走最后一点食物。手指轻轻划过控制台，我切断了外部通讯，屏幕按下去的瞬间，我看到他们脸上绝望的表情。雨还在下，但我的心已经不会再为他们淋湿了。2天后的清晨，警报再次尖锐响起。我走到控制台前，监控画面上显示的场景让我不禁挑眉。这次来了更多的人，约莫20-30人，挤在几艘简陋的木筏上，看起来声势浩大。潘启站在最前面，俨然一副领袖模样，用力拍打着游轮大门。林无渊，看到没有？今天你要是不开门，我们是不会走的。大家都是同胞，你怎么能这么冷血？人群顿时骚动起来，七嘴八舌的开始施压。就是这么大的游轮，分我们一点地方怎么了？你一个人占着这么多资源，良心不会痛吗？开门，否则我们就不走了。我觉得幼稚的可笑，干脆打开外部扬声器，一个个怼回去。这位大叔，上次你说你老婆孩子快饿死了，但我记得你是单身吧？那位大妈，你说你3天没吃饭了，那手里攥着的饼干包装袋是哪来的？还有你，潘启，上次不是说再也不来了吗？被我点破的人顿时面红耳赤，支支吾吾说不出话。就在这场闹剧中，我的目光突然被站在人群最后方的一个女孩吸引。她看起来不过16-17岁，瘦弱的身子裹在一件过于宽大的雨衣里，脸色苍白的可怕。自始至终，她都安静地站在最后，没有参与任何叫骂，甚至没有抬头。你呢？我通过扬声器直接问她，你没有什么要说的吗？女孩似乎没想到会被点名，吓了一跳，怯生生地抬头看向摄像头。她的眼睛很大，却没什么神采。她声音细若蚊蝇，但还是被麦克风捕捉到了。大家说这里有吃的，我才跟着来的。但是我觉得这样逼迫你不好，所以一直没说话。人群顿时哗然，有人愤怒地瞪向她，我心里微微一软，在这样的末世里还能保持这样的想法，实在难得。你走过来，到大门口来。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女孩迟疑地画着小筏子靠近。我迅速在系统操作界面上找到访问权限管理，将她的面部信息录入白名单。系统为白名单人员开启入口通道。凭什么他可以进去？潘启第一个反应过来，气得跳脚。我淡淡的回答，就凭他的3观正常。游轮侧面的一个小型舱门缓缓打开，刚好容一人通过。女孩不可置信地看着开启的门，又回头看了看身后目瞪口呆的人群。快点进来吧，我催促道。就在女孩踉跄着跨进舱门的瞬间，几个不死心的人试图跟着冲进去，然而一道无形的能量墙突然出现，将他们狠狠弹开，摔进水里。警告，未授权人员禁止入内。系统的机械音冰冷地响起。看到这个场景，众人终于彻底死心，有人骂骂咧咧，有人垂头丧气，但最终都划着筏子渐渐散去。舱门缓缓关闭，将暴雨和贪婪都隔绝在外。女孩站在干燥的舱内，不知所措地看着周围的一切。欢迎来到曙光号。我通过内部通讯系统对她说，先去洗个热水澡吧，衣服已经给你准备好了。透过监控，我看到女孩的眼眶突然红了，她轻声说，谢谢你愿意相信我。而我终于在这个末日里找到了第一个值得拯救的人。3年时光如白驹过隙，当最后一滴雨水从渐渐放晴的天空落下，海平面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缓缓下降。被暴雨洗涤了整整3年的世界，显露出一片陌生的轮廓。姐姐，这是本周的物资清单。一道清亮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我转身接过小雨递来的平板电脑。3年前，那个瘦弱苍白的女孩，如今已经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她利落地扎着高马尾，身穿简单利落的服装，眼神明亮而自信。我赞赏地看着她。这3年来，小雨不仅成了我最得力的助手，更在管理方面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她已经从最初那个连说话都不敢大声的女孩，变成了现在能够独当一面的副手。我将平板递还给她。这场闹剧结束后，我打算把游轮开发成旅游景点，你觉得呢？我觉得这个主意非常好。小雨的眼睛闪闪发光地看着我。好，那等一切都回归平静，我们就开始。我拍了拍她的肩膀。是，船长。小雨一本正经地对我敬了一个礼，我们2个绷不住面对面大笑了起来。这场灾难的阴霾终于在我们的笑声中渐渐地退去。洪水末日降临，我意外重生，还手握游轮系统。看着渣男友和前闺蜜在洪水里绝望哀嚎，我知道属于我的爽文人生才刚刚开始。房子都卖了，还想赖在这里？等这份合同签完，这个房子就是我的了。我让你滚蛋，你就得给我滚。吴经理，你是专业的，快来评评理。按法律来讲，你们还真的不能把林小姐赶出去。怎么可能？整个房子都是我的了，还不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潘启瞪着眼睛看着小吴，把对方吓得冷汗直冒。你们读了这么多年书，应该懂买卖不破租赁的道理吧？我慢条斯理的开口，又将相关的条例搜出来摆到他们面前。2人仔仔细细确认了好几遍，发现确实有这么个规定后，顿时没了气势。看着他们瞬间僵住的表情，我微微一笑。所以在租赁合同到期前，我还能继续住在这里。潘启猛地摔下钢笔，墨迹在合同上溅开一团污渍。
原来你是在这儿等着坑我呢。最多3个月。我伸出3根手指，看着面前系统面板上显示的090的字样。当然，我会付租金。当我报出租金的金额时，看到白依依的眼睛明显亮了一下，两人交换了个眼神。我听到白依依小声跟潘启说道：“启哥，反正我租的房子还没到期，咱们也不着急搬家，倒不如租给他赚点租金。”潘启故作强硬的咳嗽一声：“可是他住在这里，租金我现在就可以打给你。”我打断他，故意让这句话在空气中停留片刻，并且在刚才的基础上再加10%。白依依立刻拽住潘启的衣袖，声音发嗲：“启哥，反正咱们还要在这里住好久呢，也不差这3个月。”说完，他冲我抬抬下巴：“不过要写进补充协议，3个月后必须搬走。”当然。我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对着一旁的小吴点了点头。他赶忙开始麻利的拟补充条款，将电子版给我们3个过目之后，小跑着出去打印了。我看着对面美滋滋的2个人，心底冷笑。3个月后，暴雨早已降临，到时候这里就是一片汪洋大海，不用他们赶，我自己就会走。小吴很快就带着新的合同回来了。待我们双方签完字后，潘启长舒一口气，松了松领带。启哥，咱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了。白依依则紧紧攥着那张余额所剩无几的银行卡，强装笑颜。某些人记得交租啊。说完，他又斜睨了我一眼。我干脆的拿起手机，将3个月的租金加押金都一口气打到了潘启的账户上。听着转款到账的提示音，2个人的嘴角都咧到了耳后根。潘启和白依依满脸欣喜的手挽着手离开了，在走出房门前，还故意当着我的面亲了一口。以前的我肯定会因为这个场景心碎，但现在的我只觉得他们演的戏实在是好笑。将2人送走后，中介小吴也带着签好的合同，心满意足的离开了。临走前还特意冲我使了个眼色，仿佛在说：“姐，您这手玩得漂亮。”房门咔嗒一声关上的瞬间，空气顿时安静了下来，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缓缓走到客厅中央，环视着这个装满我前世今生记忆的空间。午后的阳光透过纱帘，在落了层薄灰的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我下意识地触摸着墙壁上那道浅浅的划痕，那是白依依刚才用指甲划过的地方。我轻嗤一声，从手机里调出银行 App， 当看到屏幕上那串令人安心的数字时，我紧绷的嘴角终于松弛下来，指尖轻轻划过屏幕，数着那些零，一种实实在在的安全感油然而生。这些钱足够我囤积更多物资，更快升级我的船只系统了。我的目光不经意间扫过客厅吊灯的位置，那里藏着一个针孔摄像头。像这样的摄像头，我的家里还有好多个。当初安装它们是因为独居缺乏安全感，没想到现在派上了更好的用场。我踱步到书架前，看似随意地调整了几本书的位置，确认着隐藏摄像头的状态。那个伪装成一本书的摄像头运转正常，正对着客厅沙发。走到餐厅，我的指尖轻轻擦过亚麻布的窗帘，那个做成螺丝钉模样的微型摄像头依旧牢固。我想起上辈子暴雨来临后，潘启和白依依就是坐在这个摄像头底下，一边享用着我囤积的食物，一边嘲笑我的愚蠢。检查完所有隐藏摄像头后，我站在客厅中央，缓缓转了个圈。很好，每一个角度都被完美覆盖。本来我打算在把房子卖掉之前拆除这些设备的，而现在既然下一任买家是潘启，那拆除似乎就没什么必要了。或许在暴雨来临后，我还能通过他们观察潘启和白依依，防止他们再产生什么伤害我的心思。坐到沙发上，我打开手机上的监控 App， 屏幕上顿时分割出数个实时画面，每一个画面都清晰记录着这座房子的每一个角落，就像一张无形的网，静静等待着猎物上门。轰隆一声，下雨了，末世到了。不可能这么快！我连忙看了系统一眼，末世倒计时还未到来，还有时间。有了卖房的一大笔钱进账，我可以尽可能地囤更多物资了，还得再快点。想了想，我不能没有新鲜蔬菜，于是我又买了一堆种植用的土壤、肥料和工具，当然还有最关键的各种蔬菜种子。为了保险起见，还买了不少速冻蔬菜，基本的药物也是不能少。我将自己平日里所要用到的药买了个遍，又囤了不少感冒药、抗生素、抗过敏药等各种基础药品。到了末日，能源也是重中之重，我又去采购了各式发电机、燃油、净水器以及各种野外生存设备。为了方便查找，我将囤积的物资全部都分了类，在大类下面还有各种细分的种类。距离暴雨降临只剩2个月，天气非但没有转凉，反而反常地持续升温。连续数周，天空不见一丝云彩，毒辣的日头炙烤着大地，连柏油马路都蒸腾起扭曲的热浪。人们穿着夏装，躲在空调房里抱怨：这鬼天气，都快入秋了，还这么热。全球变暖真是越来越严重了。我站在商场冷气充足的落地窗前，看着外面白花花的街道，行人步履匆匆，用手遮阳。谁也不知道这场酷热正是末日暴雨的前奏，只有我面前系统面板上的倒计时在提醒着即将来临的灾难。小姐，这些都要打包吗？专柜店员的声音将我拉回现实，我收回目光，看向柜台上堆成小山的物资，防水火柴、高强度尼龙绳、多功能刀具，全部包起来。我递出信用卡，视线却落在脑海中的系统面板上，大型多维帆船，升级进度47%，下一等级明轮蒸汽船，不够，还远远不够。之后的1个月里，我像不知疲倦的蜂鸟，
穿梭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今天的目标是医疗物资，之前采购的药物，我思来想去，还是觉得远远不够。等末日来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得准备更多的器材和药物，以防突发情况发生。我缓步走进一家医疗器械店，这是市内最大的一家店了。体温计、血压仪，各种常备药品。我仔细清点着清单，在备忘录里把对应的记录划掉。店员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我也不打算解释，只是对他笑了笑。一回到车上，我就将这些物资全部都收进了系统里。物资入库成功，获得68点经验值。系统提示音响起，之前已经拿到了医疗物资品类的额外经验值，看来这次是不会再加了。几天后，我又开始转战户外用品店，冲锋舟、潜水服、渔具。当我指着展示柜最顶级的潜水设备时，店长亲自迎上来。小姐好眼光，这套装备能在水下50米正常工作。包起来。我干脆利落的刷卡，看着店员小心翼翼地将装备装箱。这些装备在暴雨后期会变得无比珍贵。回到家中，我打开系统面板，那艘帆船在虚拟界面上缓缓旋转。不行，还是不够。我摩挲着下巴，目光落在那似乎没有存储上限的系统仓库列表上。还有什么类型是我没试过的呢？我陷入沉思。阳光透过客房的玻璃窗，在窗台上洒下一片暖金色。我小心地捧起一株小番茄苗，它的叶片已经展开了，嫩绿的茎秆上甚至冒出了星星点点的花苞。再浇点水就好了。我哼着歌，用喷壶轻轻喷洒叶面。这2个月来，除了疯狂采购，我把所有空闲时间都用来学习种植。从最初的连多肉都能养死，到现在窗台上已经摆满了各种蔬菜苗，生菜、小黄瓜、樱桃萝卜，每一株都长势喜人。每天早上，我都会仔细检查每一株幼苗的生长情况。看着手里这盆小番茄，我突然灵光一现，我将系统界面调出，尝试着将那盆小番茄连同陶土花盆一起收进系统。下一秒，手中的重量突然消失，系统提示音欢快地响起。恭喜解锁新品类活体植物，经验值增加50点。我惊喜地睁大眼睛，连忙将其他的盆栽也一一收进系统。每收入一盆，经验值就跳动一次。当最后一盆生菜从窗台消失，我的系统界面突然迸发出耀眼的金光。那艘帆船在光芒中变形、扩展，最终变成了一艘威风凛凛的蒸汽船。铜制的管道闪着金属光泽，黑色的船身上还有精致的浮雕装饰。我着迷地欣赏着这艘新船。比起之前的帆船，蒸汽船明显大了不少，甲板上甚至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温室穹顶。看来系统自动为我的植物安排了种植区，太好了！只是不知道被收进系统仓库的植物会怎么样。第二天一早，我就从仓库里调出一盆小番茄，我仔细检查着它的状态。令人惊喜的是，在系统的保存下，它似乎进入了某种休眠状态，叶片依然翠绿饱满，丝毫没有蔫味的迹象。看来以后可以多种些不同的作物了，水果、香料。药用植物。看着仓库里日渐丰盈的物资，我心里的安全感逐渐增加。末日来临，倒计时半个月，整个城市依旧酷热难耐，但我已经能隐约嗅到空气中不同寻常的潮湿气息。我的采购清单越来越短，取而代之的是一张手绘的稀有物品狩猎图，图上面标记着城中各个偏僻的旧货市场、手工艺作坊，甚至废品回收站。我总觉得已经把所有能想到的品类全都买了一遍，但经验值还是越涨越慢。虽然蒸汽船对于我来说已经足够了，但如果能升到最终等级巨型游轮，那就真的完美了。这个多少钱？我蹲在一个地摊前，手指轻轻拂过一件造型古怪的铜制器物。摊主是个留着长须的老人，他眯着眼打量我。小姑娘识货啊，这是老船上的蒸馏器，能提取淡水的。我强压住心中的激动，不动声色地付了钱。当这件沉甸甸的铜器被收进系统时，提示音格外悦耳。物品收录成功，经验值增加30点。就这样，我这些天不停地从各个市场淘货，不断给船只系统增加经验值。暴雨来临，倒计时还有一天。夜晚来临，我疲惫地瘫坐在沙发上，对着系统里那个极其接近满级的经验条发呆。好累啊，还好我当初买了个足够贵的沙发，躺在上面可真舒服。我自言自语道，哎，沙发，对了，我还没往系统里放过家具类。我兴奋地从沙发上蹦了起来，赶紧把身下的沙发收进系统里。物资入库成功，获得20点经验值，这是一个不小的数量。等明天家居城一开门，我就去扫货，一定能把经验值填满。暴雨来临，倒计时0天，系统面板上的倒计时从天切换到了小时。我起了一个大早，直奔家居城。经过一天的扫荡，我把各种类型的家具买了个遍。当工人们把最后一把椅子装进我的货车里后，我长舒了一口气。接下来只需要把货车开回家，将这些东西入库就行了。哎，这不是林无渊吗？怎么找到新房子了？我刚准备开车走人，就听见背后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是白依依。她依偎在潘琪身旁，后者则一脸鄙夷地看着我。看看你离开了我之后灰头土脸的。经过一天的奔波后，我确实有些疲劳，但现在被他们这样贬低，我一点也不觉得伤心。毕竟系统面板上的倒计时正在飞快地跳动，我现在没时间跟他们闲扯，必须争分夺秒将物资入库。可是他们似乎并不打算轻易放我走。要是我没记错的话，3个月时间已经到了，你该把我的房子腾出来了。
潘启特地把我的2个字咬得很重。我今天就搬出来，你现在就能住进去了。反正该拿的东西我都已经放进系统仓库了，那个房子里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东西了。两人对我如此干脆的态度感到一阵惊讶，一时间找不到话来回我。没别的事，我就走了，我还有事情要忙。距离暴雨降临还剩下不到半个小时，我的船只系统还没有升到顶级，我已经开始焦急了起来。不许走！谁知道你有没有把房子弄得一团糟？你得跟我们一起去验收。白依依紧紧拉着我不松手，我急得直冒冷汗。半小时内肯定不可能开回家里，但看着眼前难缠的两人，我也深知要是拒绝的话，他们绝对不会轻易放我走。好吧，不过我要跟你们分头走。白依依还想说什么，被潘启按住了。看来这2个人刚才还打着蹭我的车回去的算盘。目送2人打车离去后，我赶忙冲进货车的货箱，只剩下10几分钟，已经来不及再把车开到没人的地方了。我动作迅速的一件一件收录着这些家具，系统提示音不断在耳边响起。最后一个床头柜刚被收进仓库，我的眼前就出现一道炫目的金光。物资入库成功，经验值增加2点，船只系统已升级，恭喜玩家获得诺亚方舟级豪华游轮。听到系统提示音，我的心脏开始狂跳，我终于成功了！我开心的在货车货箱里手舞足蹈，眼前系统界面上一艘巨大的游轮缓缓旋转，它流线型的船身泛着珍珠般的光泽，甲板上错落有致的分布着温室穹顶、太阳能板阵列，甚至还有一个小型风力发电机组。哒哒，车外第一滴雨点终于敲击在车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滴，系统发出刺耳的提示音，紧接着就是一串冰冷的提示音。倒计时结束，末日暴雨来临。雨点开始稀疏的敲打在货车箱顶，发出细碎的哒哒声。行人们纷纷找到可以遮雨的地方躲避。我握紧方向盘，深吸一口气，毫不犹豫地踩下油门。货车在逐渐密集的雨幕中穿行，雨刮器以最大频率摆动，仍难以完全看清前方的路况。透过模糊的车窗，我看见路边一对情侣正狼狈地用皮包挡在头顶，白衬衫被雨水浸得透明。还好赶上了最后几分钟，把游轮拿到手了。我喃喃自语，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方向盘。雨势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加大，原本稀疏的雨点已经连成雨丝，在车窗上划出一道道水痕。系统界面悬浮在视线前，正中央那个巨大的游轮图像让我感到一丝安心。但我知道，如果不在水深前将游轮释放到合适的位置，再先进的船只也只会成为搁浅的废铁。港口，必须去港口。我在心中默念着，拐上了通往港口的高速公路。雨幕中，其他车辆都打着双闪缓慢行驶，只有我这辆货车依然保持着正常速度。一道闪电划破天际，紧接着雷声轰鸣，暴雨终于彻底爆发，雨水如同瀑布般倾泻而下，能见度瞬间降到不足10米。我不得不降低车速，紧张地注视着前方道路。我打开车上的收音机，里面正在播报着关于这场大雨的报道。本市遭遇特大暴雨，预计将持续4至5个小时，请各位居民注意安全，减少出行。我笑了，4、5个小时。事实是，这场大雨会下整整3年。雨水中已经开始积聚在低洼处，车轮碾过时溅起巨大的水花。我看了眼系统时间，距离暴雨开始才过去不到20分钟，路面已经有了明显积水，得快点了。我咬紧下唇，小心地加速。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时，我看见几名交警正在冒雨指挥交通，积水已经没过他们的脚踝，但仍在坚持工作。我的心中泛起一丝苦涩，他们还不知道这雨永远不会停了。越靠近港口，路况越糟糕，某些路段积水已经达到小腿深度，少数车辆冒险涉水通过，更多车辆选择绕道或停滞不前。还好我今天开的是货车，底盘很高，发动机不会因为进水而熄火。手机在副驾驶座上不停震动，屏幕上潘启的名字固执地闪烁着。我单手握住方向盘，另一只手摸索着按下蓝牙耳机的接听键。林务员，我们到房子这儿了，你人呢？不是说好等我们验收的吗？突然有急事，先走了。你知道我们发现什么问题了吗？客厅地板被你的家具压出凹痕了，阳台推拉门也卡住了，还有……你说个数，我赔给你。我不耐烦地打断他，同时猛打方向盘，避开一个漂浮过来的垃圾桶。电话那头明显安静了一瞬，我几乎能想象出两人对视时眼中的贪婪。货车驶入港口区域，雨势更大了，密集的雨点砸在车顶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片刻后，潘启报出一个夸张的数字，我忍不住笑出声。港口的大门已经近在眼前，保安正在艰难地试图关闭大门。这样啊，我按响喇叭，同时降下车窗，对保安喊道：“预约的货轮供应商。”然后继续对电话说：“那我得确认一下损失情况，一会儿给你发2个视频文件，一个是3个月前拍的房屋全貌，一个是今天早上离开前拍的。”保安犹豫着打开大门，我驾车驶入港口区域。电话那头传来一阵窸窣声，还有交谈声。麻烦你圈出来，具体哪些地方跟3个月前不一样，我照价赔偿。电话那头陷入尴尬的沉默，只有雨声和压抑着的争吵声。我关闭发动机，透过被雨水模糊的车窗望向汹涌的海面。这个阳台推拉门明明就是什么？视频里显示的清清楚楚，那扇门2年前就不好用了，
我还特地拍过视频发给你，记得吗？电话那头彻底安静了，只有白依依小声嘀咕的背景音。我推开车门，暴雨瞬间将我淋得透湿。要是找不出具体损坏的地方，那我就默认没有需要赔偿的。等等，卧室墙纸有点褪色，这总该是你这3个月造成的吧？我叹了口气，快步走向泊位边缘。那是西晒房间，墙纸褪色是自然老化，需要我调出去年同一时间拍的照片对比吗？不等他回答，我直接挂断电话，将手机调成静音。本来他要是能收敛一点，说不定我还施舍给他一点赔偿金。现在他1分钱也别想拿到了。暴雨中，港口的海水已经开始上涨，浪花拍打着码头。我望着汹涌的海面，深吸一口气，打开系统界面。系统在目标点释放油轮。刹那间，一道耀眼的金光穿透雨幕，巨大的游轮凭空出现在泊位上，随着海浪轻轻摇摆，它比系统界面上看到的还要宏伟。流线型的船身在暴雨中依然闪耀着珍珠般的光泽。我快步登上舷梯，当双脚踩在游轮甲板上时，一股前所未有的安全感涌上心头。转身望去，港口外的城市已经笼罩在灰蒙蒙的雨幕中，街道变成河流，车辆如玩具般漂浮在水中。推开厚重的舱门，我瞬间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得屏住了呼吸。挑高近10米的豪华大厅映入眼帘，水晶吊灯从穹顶垂落，数千颗施华洛世奇水晶在灯光下熠熠生辉。大理石地面光可见人，倒映着两侧的金色廊柱，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香氛。我的鞋全湿了，索性就脱掉扔在一边。当我赤脚踩上柔软的波斯地毯时，感觉自己仿佛踏在云端。左手边是挑空设计的弧形楼梯，右手边整面墙都是落地玻璃。窗外暴雨如注，反而更衬得室内温暖宁静。浑身湿透的衣服粘在身上，冷得我直打哆嗦。我赶忙按照系统的指示，快步走向客房区域。推开总统套房项目大门的那一刻，我又一次被震撼了。这哪里是船舱，分明是顶级豪宅的配置。客厅宽敞得可以办舞会，整面墙都是防爆玻璃，窗外就是波涛汹涌的大海。卧室内 King size 大床看起来柔软的不可思议。我迫不及待地冲进浴室，被黄铜五金和黑大理石装修惊艳的倒吸一口气。按摩浴缸大的足以容纳3人，当热水淋遍全身时，我忍不住发出一声满足的叹息，每一个毛孔都舒展开来，疲惫和寒冷被彻底驱散。洗完澡出来，我裹着柔软的浴袍，发现手机在床头柜上震动不停。原来的业主群里已经炸开了锅。602老王说地下室全淹了，他的珍藏版茅台泡了汤。1102小美抱怨外卖全停了，快要饿死了。303刘姐则担心这雨要下好几天，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看着一条条抱怨，心情复杂。他们还不知道这雨永远不会停了。经历了一天的奔波，我顿时感觉疲倦感袭来。我把自己摔进那张大床里，天鹅绒床垫十分柔软，我几乎瞬间就陷了进去。而前世的我，那时我只能睡在客厅地板上，听着主卧里潘琪和白依依的嬉笑声，身上只有一条薄毯，真是傻的可以。我轻声自嘲，把脸埋进羽绒枕里。床实在太大了，我滚了2圈都没碰到边缘，意识渐渐模糊。最后记得的是窗外永不停歇的雨声和身下云朵般柔软的触感。第二天自然醒来时，有那么一瞬间，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躺在巨大的床中央，感觉自己像一颗被包裹在云朵里的豌豆公主。床垫柔软却富有支撑力，无论怎么翻身都舒适的令人叹息。我慵懒地伸展四肢，感受着高级埃及棉床单的丝滑触感。前世那些冰冷的地板、单薄的毯子，还有主卧里传来的嬉笑声，都遥远的像是上辈子的事。好吧，确切地说，就是上辈子的事。我起身简单洗漱了一下，拿出一件真丝睡袍穿上，就悠闲地走下楼，准备前往餐厅。坐在餐厅的椅子上，我将系统仓库里的一些食材转移到了餐厅的双开门冰箱里，各种食材整整齐齐地码放在里面。冷鲜柜里躺着色泽诱人的澳洲和牛、法国鹅肝，蔬果格里堆满了新鲜的水果和蔬菜。我轻哼着歌，给自己煎了一份太阳蛋，配上班尼迪克酱和烟熏三文鱼。烤面包机砰的一声弹出金黄酥脆的吐司，咖啡机正咕噜咕噜地萃取着香浓的意式浓缩。最后我从保鲜柜里取出一盒新鲜树莓，精心点缀在餐盘边缘，完美。我满意地看着自己的作品，端起餐盘走向临窗的餐桌。窗外暴雨依旧不知疲倦地敲打着海面，但游轮稳得如同陆地一般。我抿了一口咖啡，突然想起什么，拿出平板打开了老房子的监控软件，画面亮起，潘琪和白依依正坐在餐厅里用餐。那是我精心挑选的意大利大理石餐桌，现在上面摆着2份精致的刺身拼盘。潘琪手里晃着一杯红酒，脸上的优越感都快溢出屏幕。看看业主群里那些人。白依依用筷子夹起一片厚切三文鱼，嘴角带着讥诮的笑。下个雨而已，吓得买了一堆泡面自热锅，真是一副穷酸样。潘琪附和着点头，抿了一口红酒。就是这雨顶多下个1周也就停了，还不如跟我们一样买点高级食材享受生活呢。他得意地晃了晃酒杯，这可是我珍藏的勃艮第，现在喝正合适。我切下一块嫩滑的太阳蛋，看着蛋黄缓缓流出，忍不住轻笑出声。监控画面里2人正举杯相庆，丝毫不知道他们的高级食材根本撑不过1周。享受吧。我对着屏幕举了举咖啡杯。等断电之后，
看你们的深海三文鱼和高级牛排能撑多久。画面中的白依依正在炫耀新做的美甲，潘启则忙着给两人的酒杯酗酒。他们身后的窗外，雨水已经淹没了楼下花园的雕塑，水位正在悄然上涨。我关掉监控，悠闲地享用完最后一口早餐，餐盘里的每一样食物都保持着最佳口感。游轮上的智能恒温系统让一切都很完美。暴雨第5天，天空仿佛被撕开了一道口子，雨水不知疲倦地倾泻而下。我站在游轮宽敞明亮的厨房里，中岛台上摆放着各式厨具，头顶的灯光柔和地照下来。游轮的发电系统正平稳运转，将风暴的能量转化为温暖的电力。平底锅里的澳洲和牛排正煎得滋滋作响，迷迭香和蒜片的香气在空气中交织。我熟练的翻面，看着肉排表面泛起完美的焦糖色。旁边的蒸锅里，龙虾尾渐渐变红，散发出海洋的鲜香。这种天气，果然还是需要一杯冰饮。我自言自语着，打开双开门冰箱，取出提前冰镇好的芒果和椰子水，破壁机轻声运转，很快，一杯金黄诱人的芒果冰沙就做好了。杯壁上凝结着细密的水珠，我特意插上一把小纸伞和吸管，享受着这末日中的小小仪式感。忽然想起什么，我端着餐盘走到控制台前，调出老房子的监控画面。屏幕亮起的瞬间，我忍不住轻笑出声。画面里，潘启正对着敞开的冰箱唉声叹气。原本塞满高级食材的冷藏室，现在一片狼藉。化开的血水从变质的牛排和三文鱼中渗出，把整个冰箱弄得一团糟。他抓起一盒已经发灰的和牛，痛心疾首地扔进垃圾桶。早就说过该买点罐头和自热锅。他埋怨地瞪了白依依一眼。现在好了，这些高级货全完了。白依依正对着镜面橱柜整理头发，闻言立刻反击。当初是谁说喜欢精致生活，看不起林无渊那种万事都要讲究实用的样子的？他模仿着潘启的语气，买那些便宜货多掉价啊！我们要活得有品味，这话是不是你说的？潘启被噎得说不出话，嘴唇动了动，最终小声嘟囔：最起码他囤的方便食品不会2天没冷藏就坏掉。他要是在的话，我们最起码现在不会饿肚子。这句话说得很轻，但白依依显然听到了，她猛地转身，眼睛瞪得老大，刚做好的美甲深深掐进掌心。潘启，你居然敢说这种话！我切下一块完美的牛排，肉质鲜嫩多汁。监控里，两人已经吵得不可开交。潘启看着空荡荡的厨房，眼神里是藏不住的懊悔，而白依依则气得满脸通红，把最后半瓶矿泉水重重摔在桌上。暴雨已经将供水系统污染，他们现在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都十分浑浊，而我的游轮上净水系统正在底层平稳运行，将过滤后的纯净水输送到每一个龙头。我轻轻晃了晃手中的冰饮，杯中的小纸伞随着动作轻轻旋转。窗外的暴雨依旧猛烈，但游轮内的一切都舒适而安稳。看来我抿了一口冰饮，精致生活也是需要电力的呢。暴雨第10天，我从恒温泳池中缓缓起身，水珠顺着肌肤滚落，泳池的水温被精确控制在28度，与窗外肆虐的暴雨形成鲜明对比。我裹上柔软的浴袍，随手拿起控制台上的平板，指尖轻滑，监控画面亮起的瞬间，两个人的身影映入眼帘。